第3章，巫婆的花园。可是凯一直没有回来，小格尔达怎么样了呢？那个小男孩到底在哪儿？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能告诉他消息。街上的孩子们只说，他们看见他把自己的小雪橇拴在一架又大又漂亮的雪橇上。那雪橇进了街道，然后从城门出去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格尔达为此流了很多眼泪，哭了很久。后来有人说他死了，可能是在城外那条河里淹死的。哎，冬天是多么漫长又难过啊！终于，春天带着温暖的阳光来到了。凯死了，他离开我了。小格尔达说。我不信。太阳回答说。他死了，不见了。他又对燕子说。我们不信。燕子们回答道。最后，连格尔达自己也不太相信了。我要穿上我的新红鞋。他有一天说。凯还没见过他们呢。我要去河边问问他。那天还很早。他亲了亲还在睡觉的老奶奶，穿上红鞋子，独自一人走出城，向河边走去。是你真的抢走了我的玩伴吗？他问河水。如果你把它还给我，我就把我的新红鞋送给你。他觉得河水的波浪好像在对他做着奇怪的手势，于是他脱下了自己心爱的红鞋子，把它们扔向河里。但是鞋子掉在了离岸很近的地方，小小的波浪又把它们送回了岸上。看起来河水好像不愿意收下他最心爱的东西，因为凯并不在河里。但格尔达觉得是自己没把鞋子扔得足够远。他爬上一条停在芦苇丛中的小船，走到船的最前面，又一次把鞋子扔向水里。可是那条小船没有拴好，随着他这么一动，船就离开了岸边，飘了出去。格尔达发现时想跳回岸上，但他还没跑到船尾，小船就已经飘离岸边1米多远了，而且越飘越快。小格尔达非常害怕，开始大哭起来。可是除了麻雀，没有人听见他的哭声。麻雀们没办法把他带回岸上，只能沿着河岸跟着小船飞，叽叽喳喳的叫着，好像在安慰他。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。小船顺着水流飘去，格尔达光着脚，安静地坐在船里。那双红鞋子飘在船后面，却怎么也追不上，因为小船走得更快。河两岸的风景非常美丽，有各种好看的花，有古老的树木，还有长满青草的山坡，坡上能看到牛羊在吃草，但是一个人影也看不见。也许这条河会把我带到小凯那里去吧，格尔达心里想。这个念头让他又高兴起来。他站起身，久久地望着美丽的绿色河岸。最后，小船飘到了一个种满樱桃树的大花园前面。花园里有一栋小房子，窗户是奇怪的红色和蓝色。房子的屋顶是茅草盖的。房子外面还站着2个木头做的士兵，肩膀上扛着枪。格尔达对着他们喊话，以为他们是真的士兵，但他们当然没有回答。河水推着小船向岸边靠近，它离他们越来越近了。小女孩又更大声地喊了几声。这时，从房子里走出来一位非常老的老婆婆，拄着一根弯拐杖。她戴着一顶很大的遮阳帽，帽子上画着非常美丽的花。可怜的小家伙，老婆婆说，你是怎么来到这条又宽又急的河里的？河水把你冲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。老婆婆说着就走进了水里，用她的拐杖勾住小船，把它拉到岸边，然后扶着格尔达下了船。小女孩很高兴能重新踩到坚实的土地，
虽然她对这位老婆婆还是有点害怕。来，告诉我你是谁，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老婆婆说。格尔达把一切都告诉了她。老婆婆听着，不停地摇着头，嘴里发出的声音。等格尔达说完，问老婆婆有没有碰巧看到凯时，老婆婆回答说，凯没有从这里经过，不过他肯定会来的。她劝格尔达不要难过，应该尝尝她种的樱桃，看看它的花。她说那些花比任何图画书都好看，而且每一朵花都知道一个故事。老婆婆牵着格尔达的手，带她进了小房子，然后关上了门。房子的窗户很高，窗玻璃是红色、蓝色和黄色的，所以照进屋里的日光显得很奇特。桌子上放着一盘鲜美可口的樱桃，老婆婆允许格尔达随便吃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格尔达吃樱桃的时候，老婆婆拿出了一把金梳子给她梳头，她的头发渐渐卷曲起来，围绕着她那张可爱、圆润、粉扑扑的小脸，形成了一个漂亮的金色框架。我一直盼着能有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老婆婆说。你等着瞧吧，我们俩在一起会过得多开心。老婆婆一边继续给格尔达梳头，格尔达一边渐渐地忘记了她的好朋友凯。原来这位老婆婆懂得魔法，但她不是个坏心肠的女巫。她施展魔法只是为了自己开心，而且她非常想把格尔达留下来。于是她走到花园里，把拐杖指向所有开得正艳的玫瑰花丛。转眼间，那些玫瑰花丛全都沉入了黑色的泥土里，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老婆婆担心格尔达看到玫瑰，会想起自己家里的玫瑰，想起凯，然后就会跑掉。然后，她把小女孩带到了花园里。天哪，这里多么芬芳，多么美丽！花园里种着所有能想象到的花，一年四季的花都在这里盛开着，绚丽多彩，没有任何一本图画书能比得上。格尔达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在花园里一直玩到太阳落到高高的樱桃树后面。然后，老婆婆带她到一张漂亮的床上睡觉。床上的枕头是红绸缎的，里面塞满了紫罗兰花瓣。她睡着了，做了一个非常甜美的梦，就像女王在新婚之夜做的那种梦。第二天，她又在阳光下和花儿们一起玩耍。就这样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格尔达认识了花园里所有的花。虽然花很多很多，但她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种，却又说不出是哪一种。有一次，他正坐着看老婆婆那顶花满了花的大帽子，忽然在上面看到了最美的那种花——玫瑰。原来老婆婆让玫瑰花丛沉入地下的时候，忘记把帽子上的玫瑰图案也抹掉了。哎，人就是这样，总难免有疏忽的时候。我想起来了，格尔达叫道：“这里怎么没有玫瑰花呢？”他跑遍了所有的花坛，到处寻找，可是连一朵玫瑰也没有。于是他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他滚烫的眼泪正好滴在一个曾经长着玫瑰花丛的地方。当温暖的泪水湿润了泥土，那丛玫瑰立刻就从地下钻了出来，开满了花，和它消失时一模一样。格尔达扑上去抱住它，亲吻着那些玫瑰花。这时，他又想起了自己家窗前那些美丽的玫瑰，也想起了和玫瑰花在一起的凯。哎呀，我在这里待了太久了，小女孩叫道。我本来是要去找凯的。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她问玫瑰花。你们觉得他还活着，还是已经死了？他没有死。玫瑰花们回答。我们刚才一直待在地下，
所有的死人都住在那里，但是凯不在那儿。谢谢你们，格尔达说。他走到其他的花朵旁边，望着他们的花心问道：“你们知道凯在哪儿吗？”但是所有的花儿都正沐浴在阳光下，沉浸在他们自己的故事或梦想里。格尔达听了很多很多故事，却没有一个提到凯。那么，火红的百合花讲了什么呢？听那鼓声，咚咚，只有2个音节，总是咚咚音。听女人们的哀哭，听祭司们的呼喊。一个穿着长长红袍的女人站在火堆上，火焰包围着她，也包围着她死去的丈夫。但是这位印度女人心里想的，却是人群中那个活着男人。她的眼睛比火焰更灼热，她眼中灼热的目光，比这即将把她身体烧成灰烬的火焰更能撼动她的心。心中的火焰能在大火的火焰中熄灭吗？你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，格尔达说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火百合回答。风铃草说了什么呢？在高高的山路上，有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，浓密的常春藤爬满了古老的红墙，叶子挨着叶子，一直爬到阳台上。阳台上站着一位美丽的少女，她倚在栏杆上，望着下面的小路。玫瑰丛中没有比她更鲜艳的玫瑰，被风吹落的苹果花没有她那样轻盈。她丝绸衣服的沙沙声好像在说：“她难道还不来吗？”你说的他是凯吗？格尔达问。我说的只是我的故事，我的梦。风铃草回答。雪花莲说了什么呢？在树林间悬挂着一块长木板，用2根绳子吊着，那是一个秋千。2个可爱的小姑娘，她们的裙子像雪一样白，帽子上飘着长长的绿色丝带，正坐在上面荡来荡去。他们的哥哥比他们大一些，也站在秋千上，用胳膊圈着绳子来稳住自己。他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碗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麦管，正在吹肥皂泡。秋千荡啊荡，五颜六色的肥皂泡飘在空中，最后一个泡泡还粘在麦管上，随着风轻轻摇摆。秋千还在荡着。一只像肥皂泡一样轻盈的小黑狗用后腿站了起来，也想跳上秋千。秋千飞走了，小狗摔在地上，生气地汪汪叫。肥皂泡破了，一个摇摆的秋千，一个破碎的泡影，这就是我的歌。也许你讲的故事很美，但是你说的太悲伤了，而且根本没提到凯。风信子们说了什么呢？从前有3位非常美丽的姐妹，娇嫩又透明。一个穿着红色的裙子，第2个穿着蓝色的，第3个是纯白的。她们手拉着手，在宁静的湖边，在皎洁的月光下跳舞。她们不是小精灵，而是凡人。空气中弥漫着甜美的花香，少女们消失在森林里，花香更浓了。3个棺材里面躺着那3位美丽的少女，从森林深处抬了出来，漂浮在湖面上。闪亮的萤火虫在周围飞舞，像点点微弱的灯火。跳舞的少女们是睡着了，还是已经死了？花儿的芬芳说她们死了。晚岛的钟声正为死者敲响。你让我好难过啊，格尔达说，你的香气太浓了，让我想起了死去的少女们。哎，难道凯真的死了吗？玫瑰花刚才到过地下，他们说他没有死呀。叮当，风信子的花儿响了起来。我们不是在为凯敲钟，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唱的是我们自己的歌，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的故事。于是格尔达又走到毛茛花那里，
它正从亮绿色的叶子中探出头来。你这个小小的亮晶晶的太阳，戈尔达对他说，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的玩伴吗？毛茛花闪耀着美丽的光芒，望着戈尔达，他又能唱出什么样的歌呢？这首歌里同样没有提到凯。在一个春天的第一天，仁慈的上帝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一个小农庄的院子，阳光洒在邻居家白色的墙上，墙边长出了第一批黄色的花朵，在温暖的阳光下像金子一样闪亮。老奶奶坐在外面的椅子上，她的孙女儿，一个贫穷却美丽的仆人姑娘，从城里回来看望她。她亲吻着老奶奶，这亲吻里有金子，是来自心灵的纯金。嘴上有金子，心底有金子，清晨的时光里也有金子。瞧，这就是我的小故事。毛茛花说。我可怜的老奶奶。格尔达叹了口气，她一定非常想念我，为我担心，就像她当初为凯担心一样。但是我很快就会回家，并且把凯也带回去。问这些花是没用的，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歌，什么也告诉不了我。她提起自己的小裙子，想走快一点，但是当她跳过一丛水仙花时，花茎碰到了她的腿。她停下来，看着那高高的黄色的花，问道：“也许你知道些什么？”她弯下腰，凑近花朵。花儿对她说了什么？我能看见我自己，我能看见我自己。水仙花说：“哦，我闻起来多香啊！”在那楼上的小阁楼里，站着一位小小的舞蹈家，他有时踮着一只脚尖站立，有时用2只脚尖站立。他用脚尖踏遍了整个世界，但这只是想象。他从茶壶里倒水在一块布上，那是他的紧身胸衣，干净是很重要的。他那件白色的裙子挂在挂钩上，也是在茶壶里洗过，在屋顶上晾干的。他穿上裙子，脖子上系上一条橘黄色的围巾，让白裙子显得更漂亮。看他把一条腿翘得多高，他站在一根花茎上炫耀自己。我能看见我自己，我能看见我自己。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格尔达说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些。说完，他就向花园的尽头跑去。花园的门关着，但他用力扭动着那个生锈的门栓，扭啊扭，终于把它弄开了。门开了，小女孩光着脚跑了出去，跑进了广阔的世界。她回头看了3次，没有人追上来。最后，她跑得实在太累了，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。她环顾四周，发现夏天已经过去了，已经是深秋了。这在那个美丽的花园里一点也感觉不到，因为那里永远阳光灿烂，四季鲜花盛开。天啊，我耽搁了多长时间啊！格尔达说，已经是秋天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他站起身，继续赶路。哦，他那可怜的小脚，又疼又累，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寒冷荒凉。长长的柳树叶子已经变黄，湿冷的露水从叶子上大滴大滴地落下来，树叶一片片地凋零，只有黑刺李树上还结着果实，但那果子又酸又涩，吃了嘴巴会很不舒服。哎，在这广阔的世界里，一切看起来是多么灰暗和艰难啊！